嘿，各位亲爱的 YouTube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再次回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所以在这个星期的影片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自己在上了大学以后才学会的事情。那其实，在我的大学生涯的时候，的确是真的让我学到很多东西。可是我不能在这一个影片里面 share 完全部我经历过的东西，所以我会在这个影片里面分享5个我觉得最值得分享的东西。所以大家在看了这个影片过后，就不要再和我一样犯下同样的错误。所以第一个我要讲的东西就是学习技巧。所以你去了大学过后，你会发现到大学学的东西会比你中学学的东西多出很多倍，尤其是那些属于比较难一点的科系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 achieve work-life balance 的话，用对的学习技巧 actually 可以帮到你们很多。因为我自己是读medical 的，所以有很多东西要背，很多东西要读。我发现到你花越多时间在读书上或者是课业上，并不代表你就是真正的学霸。真正的学霸就是我发现到他们是有一个很好然后很有效的读书方式。然后我现在跟大家讲这个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每次就是跟着 lecture notes 这样子读，然后就只是 blindly 这样子读这样子而已，然后就没有什么去用什么special study 的 technique 来improve 我自己的 study technique。所以我那时候就读了什么东西都是考完试过后就是忘记了的。然后我现在也是正在改掉我的这个坏习惯。最近我是看了很多 YouTube video， 然后我看了很多 YouTuber 学霸，他们大多数都是有建议一本书叫做 Make It Stick。然后我自己个人是刚刚读了这本书过后，然后我想要用这个方式来 apply在我的 future study。然后如果你想要知道怎样子改善你的读书的 technique 的话，你们可以去跟我一样去 check out 这本书，然后去读一下这本书，然后 try to 来用他们教的方式来 apply 在自己的学习上面，看有没有进步。为什么我们要用对的 study technique？ 刚才我有讲过了，就是你可以省力气、省时间，然后这些时间你省了的，你就可以花多一点时间在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东西啊。maybe 你有其他的爱好，然后你可以去做那些东西咯。这样子你就没有这样压力，然后你也是可以在读书的同时，你也可以去做很多不同的东西来充实一下自己。然后第二个东西就是口才跟沟通技巧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。因为我自己是 introvert， 然后我是比较内向的人，然后我都是很少去参那些活动 where it requires 我站在上面然后做 public speaking 的那种，因为我真的是很怕，然后我是有 stage fright 的那种。所以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我就除了读书以外，然后参一些朋友以外，我都是没有参一些活动，然后就比较少跟人家沟通。然后去了 Pre-U 就是 Pre-University， 我选的科系是 A levels， 就是它是100% exam based 的，然后它也不需要有任何 presentation 或者是 assignment where 可以让你跟其他人一起沟通，然后可以 improve 你讲话的技巧。所以当我去了大学过后，我就发现到开始有 presentation， 然后开始有一些 assignment 是要有group 这样子的，就是一个 group 一起完成这样子的。我那个时候就发现到我自己不是很善于跟人家沟通，然后如果我站在前面的话，我也是讲话会有一点 stutter 这样子，就是很紧张，因为太紧张了，所以就讲不出我要讲的东西，然后表达不出我要表达的东西。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方面没有这样厉害。然后如果你们现在还在读中学的话，或者是你们还在读 Pre-U 的话，我会建议要这样子改善这个问题，就是你可以去参加不同的课外活动。因为你在课外活动的话，你成为 committee 或者是 even though 你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成员，你也是会有那个机会去跟人家接触。然后如果你跟人家接触的越多的话，你就懂得怎样子跟人家沟通，你也会懂得怎样子去 read 人家的facial expression， 然后这样子也是可以帮你增加到你的 emotional intelligence。 在现在每一个工作，除了 IQ 很重要以外， actually 有一个东西更重要的，就是你的 emotional intelligence， 就是你的 EQ。 你大多数的时间都会花在跟书接触 instead of 跟
人接触。可是当你开始工作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到你真正要接触的是人，而不是书。当你真正去到外面的时候，当你把你自己放在比较不同的那种 settings 的时候，你就会学到要这样子跟人家接触，然后要这样子解决一些问题，就是人与人之间上的那种问题。然后讲到口才，第3个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语言也是很重要。我从小到大，因为我是马来西亚的华人，我从小到大在家都是用华语来沟通的，小学跟中学都是华文教育的，就我们会很少有机会用英文和马来文这2个语言来沟通，因为我们学校都是华人了嘛，都是讲自己的语言的，所以我们就会比较 prefer 用华语来讲话咯。even though 我去了 PU 也是一样，是用华语来讲话，因为我参的朋友都是会讲华语的。然后过后去了大学过后 ，IMU 是要我们讲英语的嘛，所以什么东西 presentation 啊，然后 case presentation， 什么 assignment 之类的东西，全部都是英文的。然后就连你们的 lecture notes 啊、课本啊、study material 全部都是英文的。所以我要跟你们讲。在大学的时候，英文是很重要的。加上如果你是要像我这样子，你要去外国深造或者是去外国留学的话，那样英文会更重要。国文的话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apply 在我身上的话啦，因为我是medical student， 然后我就要去 hospital， 然后去 clinic。跟 patient 沟通，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嘛，有一部分的 patient 都是讲马来话的，然后有一些虽然他们会讲英文，可是如果你用他们的语言来跟他们沟通的话，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会比较了解他们，会比较友善这样子。我不懂你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？如果像一个马来人突然间来跟你讲华语，你会觉得哇，他会讲华语，然后你会觉得你跟他沟通会比较顺这样子。如果是要在马来西亚工作的话，这就是为什么国语是很重要的一个语言哦。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第四个就是要跟你们讲交朋友很重要。如果你上大学是去外面住，不是在家住的话，就是不是跟你的父母亲一起住的话，第2个跟你 spend 最多时间的就是你的朋友了。除了你的父母亲以外，你的朋友就是会是影响到你的那一个人。那你们可能会跟我一样，有可能觉得我自己是有意志力的那种，我是不会被人家影响的那种。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很多次你交的朋友，就是你跟的那群人，你久而久之就会很像学到他们的一些说话的方式，或者是一些 pattern 这样子。有时候你也会发现到怎么我以前不会想这种东西，然后现在我参了这个人过后，我的想法会是这样子。如果你是参一些比较负面的思想的人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到你每一次看东西，或者是在看别人的时候，或者是在想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每次想的东西也是会跟他一样负面，很负面这样子，然后很 negative 这样子，然后你整个人会很不开心。就是你虽然是跟你自己讲，你不要被他的这些坏习惯影响，可是你久而久之会被他们 subconsciously 影响到你。然后为什么我们人会学人家，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参了一群朋友，然后我们会被他们影响，被他们的性格或者是行动影响，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是很喜欢 seek comfort 的一种动物。我们为了要给他们认可我们，或者是 fit in 他们的那个圈子，我们会 dance to 改变我们的一些想法，或者是我们会学他们的一些习惯。你会要用很多意志力来控制你自己，不要去学他们。有时候你会要时时刻刻去跟你自己讲这样的东西。我跟你们讲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以前交朋友是没有 set 一个 boundary 在那边的，谁都可以做我的好朋友，谁都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这样子。就以我以前的经验来讲的话，你们交朋友也是要 set 那个 boundary， 然后 set 那个 standard 在那边，就是那些对你有比较正面影响的人留在你的身旁。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朋友，可是如果在选择闺蜜或者是比较亲近的朋友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选择一些跟我们的原则比较有符合的那种。过后第5个东西我要讲的就是很多人以为生活就是只是上课，然后考试拿文凭，然后
找工作，就这样子。可是对我来讲，生活除了读书、毕业、找钱以外，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。不要把你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你的课业上面，因为生活上真的是有太多美好的事情，然后真的是要你慢慢一个一个去 experience， 然后慢慢一个一个去尝试。总之是对你没有负面的影响，或者是对你的健康没有影响的话，你都可以去享受一下生活。这样，除了享受生活，我们也应该要在不同的地方有自我提升。除了你现在在学着你要做的专业以外，还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在学校上面是没有教我们的。我就在这边给你们一些 example。一就是一些 financial 的 problem， 因为我们改次出来做工过后，我们要管理自己的财务问题，人际关系也是很重要。这些东西你也是要去提升的。除了我们的学校学的东西以外，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改次出来做工了，你就要去面对这样的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去做好准备的话，你出来做工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你还有一堆事情还不知道，原来你还有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。如果你没有那个时间自己去 experience 这样子的东西的话，有一个 shortcut 的方法，就是你可以去阅读多一点书，然后提升你自己。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，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在下面点赞，然后记得帮我 share 给你们的朋友。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跟我分享一下你们在大学的时候到底是学了什么东西，有什么 life lesson 这样子。然后记得 subscribe 去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然后我们下个星期再见，拜拜。